女性进入更年期还有生理需求，是否还需要避孕？女性该了解一下。张女士今年48，有一子一女，夫妻关系和谐，家庭可谓是美满幸福。张女士是一个瑜伽爱好者，长期的瑜伽训练也让48岁的张女士身材依旧保持得非常好，可谓是风韵犹存。但这段时间，从前每天都要进行运动的张女士，却总感觉自己提不起精神来。在饭桌上也总是食不下咽，看到荤腥还会呕吐，每天睡觉的时间也越来越多。张女士的丈夫看到她这样，实在担心，便带着张女士来到了医院进行检查。检查结果把夫妻俩都惊呆了，48岁的张女士竟然怀孕了。张女士直呼不可能，说自己都更年期了，怎么可能会怀孕呢？原来张女士夫妻关系比较好，自从张女士进入更年期后，夫妻俩就没有再进行避孕措施了，都是想着更年期就不会怀孕了，就没有做避孕措施的必要。对于自己怀孕的消息，张女士表示，自己进入更年期后还有生理需求，已经很羞愧了，现在既然还怀孕了。听到此话，医生笑了笑，告诉张女士，更年期有生理需求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，但是对于更年期需不需要避孕这件事情，大多数人却了解缺乏。女性进入更年期后还有生理需求正常吗？更年期又称之为绝经期，是生命长河中不可逾越的一个生理时期。此时，女性卵巢中的卵泡由于年龄的增长数量开始逐渐减少，卵泡减少后就会导致卵巢处于一个枯竭状态。从前可以周期性的分泌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功能也开始消失。当体内的激素水平明显下降后，身体就会出现明显的变化，如潮热多汗、抑郁失眠、激动易怒、记忆力减退等等，这就称之为更年期。更年期没有一个固定出现的年龄，但45岁左右是我国女性的平均进入更年期的年龄。更年期的时长也和每个人体质以及接触的环境、饮食等等因素都有关系，有的是1到3年，有的则长至10年左右。除了心理上的变化以外，进入更年期后，由于雌激素分泌的减少，女性的性器官也会发生变化，如阴唇出现轻度萎缩，分泌物减少，变得不再湿润，阴道壁的弹性降低等等。也正是这个特殊时期，生理需求不仅正常，还必不可缺。规律的夫妻生活对于更年期的妇女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。首先，因为卵巢的枯竭导致女性体内的雌激素也开始缺失，但适度的夫妻生活却可以刺激多种激素的分泌。其次，规律的夫妻生活可以增加血液循环，让血管扩张，同时刺激大脑，使大脑处于积极反应的状态，进而刺激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量，从而使得人体分泌出更多的多肽。而多肽的增加就会提高人体的免疫力，大脑的兴奋可以适当缓解更年期造成的记忆力减退、失眠、烦躁等不适症状。由此可见，更年期的女性保持规律的夫妻生活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身体的健康、精神的愉悦、家庭的和睦以及泌尿生殖道系统萎缩的预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那更年期的女性在进行夫妻生活时，还需要进行避孕吗？更年期还需要进行避孕吗？有部分女性认为，进入更年期之后就不会再怀孕了，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女性从更年期开始，卵巢功能逐渐开始衰退，通常要在1年后才会开始断经。那么在这个阶段，卵巢的功能虽然下降了，但也只是下降，卵巢内仍然会有少数卵泡在进行生长发育，导致偶尔会有卵子排出。如果刚好赶在夫妻生活时，就会有怀孕的可能。民间有一句话叫够不够46，就是说女性在46岁左右仍然有妊娠的可能，但在这个年龄阶段怀孕是非常危险的，无论是对母亲还是对胎儿，发生各种各样并发症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，比如自然流产、胎儿出现畸形、生产时大出血、产后伤口不易愈合等等。除了生产危险，人工流产也属于高危的范畴，危害和风险都会增加。更年期的女性子宫的收缩能力出现了明显的减弱，在进行人流手术后，
非常容易引发出血和子宫内膜炎。且当女性进入更年期后，内分泌也进入了紊乱时期。那么如果人流没有处理干净，残留在子宫腔内的绒毛就会变成葡萄胎，时间一长就会发生恶化，甚至危及生命。除了身体上的伤害以外，这个年龄阶段生下孩子，在精力和经济方面，都无疑是给自己和子女增加了没必要的负担。由此可见，即使是处于更年期的女性，也是有怀孕的可能的。所以，为了避免怀孕流产对身体造成的伤害，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负担以及家庭纠纷，女性即使进入了更年期，也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，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。而更年期内避孕方法的选择也是重中之重，下面就来和大家简单说说，更年期的女性应该如何避孕，更年期应该如何正确避孕。避孕方式有很多种，如避孕套、避孕药、宫内节育器、安全期避孕等等，但却不是每一种都适合更年期的女性。下面我们先来说说，哪些避孕方式是不建议更年期女性使用的。首先，更年期内采取安全期避孕是非常不可取的。通常在女性下次月经开始前的14天称之为排卵日，在排卵日的前5天、后4天以及排卵日在内的共10天就称之为排卵期，其余的时间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安全期。通常情况下，安全期不会进行排卵，故而也不会怀孕，但那只是在月经非常规律的情况下。年轻女性的月经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，如环境、饮食、情绪等等，所以月经周期总会出现那么几次不规律的情况，这就证明安全期避孕其实并不安全。当女性进入更年期后，出现卵巢功能下降，排卵就更不规律了，就更没有办法计算出排卵期，因此更年期的只会让原本就不安全的安全期更加不安全。其次，避孕药也不适用于更年期女性。避孕药中含有雌、孕2种激素，主要是通过改变女性体内的正常激素水平，来干扰排卵以及受孕的过程，来达到避孕目的。但更年期女性的身体各项机能本来就已经开始下降了，若再服用避孕药，可能就会影响身体里脂肪和糖的代谢，增加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等疾病的患病风险。对于女性口服避孕药的年龄，医生通常不建议超过40岁。如果有吸烟史、肥胖，或者有高血压以及其他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的女性，为了避免激素增加患病风险，在35岁后就应该禁止口服避孕药。那么，对于更年期女性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避孕措施才是正确的呢？一、宫内节育器。宫内节育器也是人们俗称的节育环，避孕原理主要是通过环本身产生的金属离子或者环上的孕激素，来干扰精子以及受精卵着床，从而达到避孕效果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前就放入了节育环，没有出现不良反应的话，就不要急着取出，可以等到绝经后1年左右再取出。但要是更年期前没有放入过节育器，就不建议用这种方法避孕了，因为女性在进入更年期后宫颈就会变硬，不容易放入节育环。此外，节育环放置后早期会出血，可能会导致子宫疾病无法及时发现，所以节育环避孕适合更年期前就放入节育环的女性，不主张更年期后再放入节育环。2、避孕套。避孕套是一个非常方便、安全、有效的避孕措施，主要是通过阻止精子进入阴道来达到避孕效果。它的适用范围非常广，不会引起身体上的不适，避孕率达到了 99.9%， 还可以防止交叉感染、预防妇科疾病以及性疾病的传播，所以非常适合更年期的女性。但避孕套的使用也要注意，在夫妻生活的过程中必须全程佩戴，不可中途佩戴或者中途取出，否则无法达到避孕效果。不要使用有破损的，或者一个避孕套反复使用。更年期的女性随着分泌物的减少，阴道也会变得干燥，可以选择在避孕套上涂抹避孕膏，既可以增强避孕的效果，也可以适当的润滑阴道。由此可见，由于更年期女性的身体特殊，
导致并不是所有的避孕方式都适用。所以在避孕的方式上，宫内节育器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定，最好选择用避孕套来进行避孕。总结，更年期的女性有生理需求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，但在满足生理需求的同时，一定要做好正确的避孕措施。除此之外，女性在更年期期间应该让心境保持乐观愉快，维持适度的锻炼，这样才能舒适安稳的度过这一特殊时期。